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天降紫微星刘亦菲和小镇做题家赵丽颖。最近2部爆了的剧，一个《梦华录》，一个《幸福到万家》，女主恰好都是85花的中流砥柱刘亦菲和赵丽颖。2部剧的剧粉一直试图证明自家才是最牛的，摆出各种数据和评分，力求全方位碾压对家。其实大可不必，在我看来，2部剧算是各有千秋。《梦华录》像一场美梦，但有时候未免会一脚踏空；幸福到万家更写实，让人看着生气、憋闷，偏又上头，没有可比性，只看你更爱哪一种题材。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，刘亦菲和赵丽颖都几乎没有任何交集，但2家的粉丝似乎都把对方视为不共戴天的假想敌。比演技，比人气，比事业发展，比作品评分，比上过的封面，两边的粉丝互相看不惯也正常。他们代表了2种迥异的人生轨迹，一个如天降紫微星，衔着金汤匙出生，前半生顺风顺水；一个类似小镇做题家，起点不高，凭倔强拼命，在名利场闯出一席之地。赵丽颖的粉丝觉得刘亦菲抢了普通人的资源，刘亦菲的粉丝则未免不习惯赵丽颖用力过度的卷。在他们身上找到影子的普通人，无非是想用他们的赢来获得一点优越感和认同感。经常穿丑衣服的刘亦菲，虽然一直说自己是屌丝，却也掩盖不了她是天选之女的事实。她生父安少康是武汉大学的法文教授，现任外交部驻法国1等外交秘书。母亲刘晓丽曾经是武汉最出名的舞蹈家，爷爷是武汉医学院党委副书记，奶奶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书记。原生家庭算得上根正苗红，书香门第。后来妈妈刘晓丽和安少康离婚，带着刘亦菲去了美国。作家陈九在曼哈顿的中国大咖中透露，刘亦菲的继父是美国华人大律师，住在纽约顶尖富人区，在一众富人当中也算得上佼佼者。重点是这位继父非常疼爱刘亦菲。14岁，刘亦菲回国，以美籍华人的身份考入了北影。从1试到3试，她都顺畅通过，顺利的简直像是开卷考。入学第2年，她的广告就已经应接不暇。也就是在这1年，金粉世家的制片人尤建明一眼看到了刘亦菲的大广告牌，当即拍板让刘亦菲饰演白秀珠。金粉世家拍完之后，又是《天龙8部》《神雕侠侣》《仙剑奇侠传》3部现象级爆剧，刘亦菲红遍大江南北，坐稳了神仙姐姐的宝座，而她当时也不过刚刚成年。当年的她有没有演技不好说，但赢了国民度是真的。这4部剧积累起的国民度，直到现在也是惊人的。《梦华录》里赵盼儿飞奔的镜头一出现，不知道多少人热泪盈眶，梦回赵灵儿。18岁时，教父陈金飞豪掷180万，在钓鱼台为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聚会，刘亦菲稳占 C 位，众星拱月。在采访中，陈金飞直接说刘亦菲她不需要钱，她什么都不缺，她就想演戏。出身好，资源好，刘亦菲还有一张王炸，就是她被上帝开过光的美貌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她的美貌依然是内娱天花板。在众多美妆博主的口中，刘亦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形容词。这可望而不可及的原生态美貌，变成厚厚的滤镜，让观众对她一次又一次的保有耐心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她拿到的都是名副其实的公主剧本。而赵丽颖就像是刘亦菲人生的反面，只比刘亦菲小2个月的她，河北农村长大，中专毕业。2006年，刘亦菲红遍全国，又跨界出了一张音乐专辑的时候，还在做销售的赵丽颖鼓起勇气，参加了雅虎搜星的选秀节目。虽然她通过这场选秀签约了华谊，还跟冯小刚拍了一支广告贵族片，但很快就被淹没无闻。之后，赵丽颖开始了长达7年的打酱油生涯。这7年间，她演了无数配角。2011年，
在新《还珠格格》中饰演晴儿，算得上是她比较有分量的角色了。但这部剧当年扑得一塌糊涂，豆瓣评分只有3.3分。她长得漂亮，但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远远算不上出挑，甚至因为长得太甜，始终少了一点大气的青衣感。星空演讲中，赵丽颖说，当年不止一位导演告诉她，她这种长相永远当不了女主角，只能演丫鬟、女仆、女儿、孙女。比起被所有人捧着的刘亦菲，当年的赵丽颖要心酸太多。拍《还珠格格》的时候，被导演当众骂撅嘴像猪嘴一样。剧组吃年夜饭，所有人都被叫上了，唯独没有叫赵丽颖。在深山里拍戏，收工之后就把她一个人忘在了山上，她独自在荒郊野外睡了一宿。换做别人恐怕已经玻璃心稀碎，但赵丽颖坚持了下来，直到2013年接到《陆贞传奇》。但女主尚未泛滥的那些年，《陆贞传奇》里宫女逆袭的励志故事格外抓人。当年这部剧创下了多个时段收视率冠军的传奇，赵丽颖也随之一夜爆红。2014年至2018年，她又陆续等来了《花千骨楚乔传》《知否知否》，硬是绿肥红瘦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收视女王。一跃与杨幂、杨颖、唐嫣等成名已久的85花旦并肩。2017年，赵丽颖以1.9亿身家位居中国福布斯榜4。2018年，赵丽颖与冯绍峰官宣结婚，人生像是坐了火箭一样直冲云霄。而赵丽颖爆红的这些年，恰恰是刘亦菲的低谷。2011年以后，她头也不回地转战大屏幕，结果拿出的是《功夫之王》《倩女幽魂》《鸿门宴传奇》《铜雀台4大名》《捕露水红颜》《夜孔雀》一系列烂片，资源看起来都挺吓人，她也都努力用心，但也挡不住拍一部哭一部。2015年，刘亦菲宣布与韩国男星宋承宪恋爱，随后不久，陈金飞也跟杨采钰爆出恋情。发生了什么无从揣测，但此后原来流向刘亦菲的资源都被砸向了杨采钰。2016年，刘亦菲与吴亦凡拍了《致青春》，2017年和杨洋拍了影版《三生三世》，呼声再高，评分也胡穿地心。《烽火芳菲》里，刘亦菲不惜自毁形象，饰演一个农村寡妇，最后还是不行。而此时刘亦菲已经30岁，此后是数年的暂停，直到2020年的《花木兰》。她争取这个角色的时候相当努力，拍戏的时候也特别辛苦。当初所有人都对这部好莱坞作品寄予厚望，但电影播出后，她当年给了刘亦菲多少荣光，后来就拿走她多少骄傲，甚至被神吻过的美貌也开始有衰败的征兆。不止一个场合，她被指出发胖发腮，和其他女明星同框的时候，她似乎总是被艳压的那个。人到中年的她还有机会吗？她还能不能再拿出一个艳惊四座的角色？就连刘亦菲粉丝都不确信。《梦华录》出播时好评如潮，粉丝尚且战战兢兢，到底是这部剧真的有这么好，还是我自己有滤镜？直到34岁，她的高光时刻还依然留在18岁之前。2021年，赵丽颖与冯绍峰官宣离婚，这场来的迅疾，去的干脆的婚姻就像龙卷风。令人敬佩的是，赵丽颖自始至终，她都没有流露出什么情绪，官宣搬家搞事业，一气呵成。复出之后，她的风格也变了，从原来的软萌甜妹，到现在的冷艳美人，眼神里有了一切尽在掌控中的强大感。另一边，好莱坞归来的刘亦菲，虽然没有飞升成功，但她的蜕变更彻底。从之前温柔清冷的天仙美女，变成了攻气十足的御姐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给上汽做的一个广告，短片里她车技纯熟，帅气洒脱，杀人于无形。同期她还拍了一组大片，穿着黑色皮衣、黑色长靴，长发戴墨镜，坐在重型机车上脚踩油箱，酷飒十足的炸街派头，比风衣造型还姐。有被撩到，还真不是所有女明星都能 hold 住这个范儿。她开始有意识地撕去仙女的标签，露出骨子里的酷。其实看过她的采访，
会发现他早就已经非常自我了。非常近距离里，李静问男孩都喜欢眼睛特别空的女孩，他答我管他喜欢什么。接受网易采访，主持人问他最不喜欢身上哪个部位，他说不想用批判和挑剔的眼光看自己。真实的大女主本主，她看起来娇滴滴，但打起来比男人还猛。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，功夫之王中的金燕子，花木兰中的木兰，刘亦菲的打戏都是真刀真枪自己上，她也打得足够漂亮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演神雕侠侣之前，她去武当山学了好几个月的武术，拍功夫之王的时候，又去武校学习双刀。继杨紫琼和章子怡之后，她成为被内娱公认的第3位刀马旦，甚至被顶级武术杂志认可，荣登封面。她的体能相当强悍，据说拍《花木兰》期间，每天都会做60个引体向上、俯卧撑，杠铃更不在话下。微博上别人晒美照，她晒肌肉。此处参见无效引体向上的陈小春和张智霖，我由衷表示佩服。不仅是因为他肯吃苦，更是因为他本来可以选择不吃苦，但他走了那条更难走的路。2022年，刘亦菲等来了梦华录，赵丽颖则转身进了幸福到万家。这2位的演技，说实话都没有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他们很少有一下子抓住我心的表演，顶多算是不出错，偶尔也有能让人动容的片段。比如赵盼儿流着眼泪说我可能有点喜欢他，和幸福被城里人嫌脏，抬头望向天花板，强忍泪水却又止不住的时候，我都有心被揪起来的感觉。但跟真正戏好的人一比，高下立判。譬如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里，很多时候都是两眼放空的状态，在旁边婆婆复杂的眼神和情绪衬托下，明显感觉到接不住。他们俩演戏的时候都有点钝，很难演出细腻深刻的感情变化。刘亦菲此前被保护得太好，仿佛住在水晶宫里，演不出人世间的酸甜苦辣。赵丽颖则更像是匆忙赶路的人，因为目标太过明确，以至于很多情绪她都注意不到。在金星的访谈里，她曾提到说，分不清楚自己的对象此刻是工作人员还是男朋友。其实直到现在，他们也没有突破自身的局限。刘亦菲还是太虚了，像是一个飘渺的影子，只能投射人间理想。赵丽颖依旧太实了，让人没法有太多的想象空间。这是他们的性格、天赋和人生经验所造成的短板。至于能否突破成功，要看天时地利人和。但至少他们都在认真的、努力的走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。刘亦菲拍戏的认真和敬业，向来是圈内公认。拍《神雕侠侣》的时候，冬天泡冷水，差点被瀑布冲走丧命。18岁就敢吊着威亚，在大火里拍戏。拍《露水红颜》时，一场跳水的戏，拍了20多条，他都没喊停。拍2代妖精，他抓起有金鱼的鱼缸，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。还有人发现，在《鸿门宴》里，刘亦菲弹琵琶的片段，全部的指位都是对的。其实这里的镜头不多，假弹也不会有太大影响，但她偏认认真真去学了。赵丽颖也是出了名的拼命三娘，一年有365天，她有300天都泡在剧组。还不会游泳就敢跳水，被马拽着在地上摩擦也不用替身。拍戏时导致腰部骨头永久性突出，她也不叫苦，淡淡的纹了一朵小花，把伤痛遮掩起来。比起另外几位85花的长袖善舞、闪展腾挪，这2位也显得有点死心眼，不怎么炒作，不怎么闹绯闻，也不怎么在综艺里刷存在感，性格都是业内公认的耿直。刘亦菲的名言是被叫神仙姐姐，是因为通稿发太多了吧？赵丽颖的名言是真人秀其实都有剧本。柳岩说刘亦菲就是个憨憨，金星说赵丽颖缺心眼，跟精明都没什么缘分。不过也多亏了他们的憨和傻，经过这么多年起起落落，始终目标明确，不忘初心。刘亦菲走出广寒宫，开始拥抱人间烟火，赵丽颖则一步一个脚印，慢慢触摸到高不可攀的星空。2022年，
这两个看起来和名利场格格不入的人，在85花旦中异军突起，首先拿到了命运抛来的橄榄枝。看似机缘巧合，其实得益于之前数年的积累，水到渠成。虽然前路未明，但比起另外几位，两个人成为巨星的前路似乎已经隐隐浮现。退一步讲，此后无论机遇如何，你永远不必担心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方向。刘亦菲一直在做减法，尽力保存内心的纯粹和自由；赵丽颖则在做加法，拼尽全身力气，是要胜天半子。来路不同，却是殊途同归。他们现在的状态都是我喜欢的样子。把时间拉长，公主与普通女孩的人生抛物线，恰好让人看到了世界的公平。起点未必是结果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时钟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一个人的路越走越宽，靠的不是资源、运气或钻营，而一定是勇敢、自我和坚定。